在深入探讨财政政策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其核心要素和背景。财政政策的两大主要工具是税收和政府支出。通过这些工具，政府可以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中起到平衡作用。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可能会减少税收，提高公共开支，以刺激需求和投资。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加速经济复苏，提高就业率，并减轻衰退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采用过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以美国为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以稳定金融市场并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虽然也引发了关于国家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担忧。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也在不同时期采用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挑战。这些政策的采取往往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经济衰退、战争或军事冲突，以及政府对特定经济领域的支持或干预需求。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国内经济，还可能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在讨论完财政政策的背景和影响后，我们再转向更深入的探讨。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能的副作用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需要考虑到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和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例如，长期的财政赤字可能会导致高债务水平，影响国家的信用评级和借贷成本。同时，过度依赖财政刺激可能会抑制私营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健康。此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领域。货币政策主要由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实施，同样对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这两种政策的协调一致对于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至关重要。在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当下，财政政策的角色变得日益重要，但它并非万能钥匙，合理的设计和实施对于其成功至关重要。那么，各国如何平衡短期经济刺激与长期经济健康之间的关系呢？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财政政策的长期影响和挑战，以及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在探讨各国实施财政政策的具体情况时，我们可以从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细节入手。以下几个国家的例子能够生动地展示财政政策的实际应用。首先，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经典例子。当时，美国经济面临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和银行体系的危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措施，这包括2009年通过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ARA）。该法案包含了约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涵盖了税收减免、紧急救济和公共工程投资。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刺激内需，保持企业运营，以及通过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此举在短期内有效地提振了经济，但也加剧了政府债务。再看日本，日本自1990年代起就开始采取财政刺激政策，以应对长期的经济停滞。日本政府在1990年代多次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包括大量的公共工程项目和税收减免措施。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巨额的公共债务。而在2001年至2002年期间，德国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措施，旨在应对经济放缓和高失业率。这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减税以及支持社会福利项目。德国的这些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提振经济，但也引起了对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的担忧。中国也在不同时期采取了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挑战，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项目。这些措施有效地刺激了国内需求，帮助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增长。在分析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点。首先，这些政策通常在经济衰退或危机期间实施，
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并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其次，这些政策往往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等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也有其副作用，如增加政府债务和潜在的通货膨胀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在实施财政政策时的方法和重点各有不同。一些国家可能更注重于减税和增加直接给民众的转移支付，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更倾向于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国经济结构、政府财政状况和政治优先事项的不同。总之，各国实施财政政策的经验显示，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但也需要权衡其长期的经济和财政影响。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政策设计的合理性、实施的时机和效率，以及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因此，虽然财政政策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它也需要谨慎和精确的运用。在细致地分析了各国实施财政政策的背景与细节后，我们接下来探讨这些政策实施后对各国经济的具体影响。以美国为例，2009年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这一政策在2010年将失业率降低了约0.7%至1.8%，同时它也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率。这表明财政刺激措施在应对经济衰退、提振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些政策也增加了政府的债务负担，引发了关于未来财政可持续性的讨论。日本的情况略有不同，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多次实施财政刺激计划，以应对长期的经济停滞。这些政策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巨额的公共债务。长期来看，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并未能根本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低下。这表明单纯依赖财政刺激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德国在2001至2002年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对其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果，这些措施帮助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业率。然而，这些政策也导致了财政赤字的增加，对国家的长期财政健康构成了挑战。中国在2008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对经济产生了显著的短期影响，这一巨额的刺激计划迅速提振了国内需求，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中国经济在此后几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也加剧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这些案例表明，虽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但其长期影响则更为复杂。在一些情况下，财政刺激确实帮助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同时也带来了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纪律和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此外，财政政策的长期效果还取决于其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如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例如，如果财政刺激措施伴随着有效的货币政策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其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可能会更加持久和稳定。综上所述，财政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工具，其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短期内能够刺激经济，但长期效果则取决于政策的综合考量和协调。这些案例不仅展示了财政政策的多样性，也凸显了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寻求平衡的重要性。在全球化和经济互联互通的今天，各国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需要更加注重政策的全面性和长远影响。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实施国家自身经济的影响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些政策对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还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的财政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美国政府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不仅帮助稳定了本国经济，也对全球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政策变化往往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货币汇率以及国际贸易。例如，美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从而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
但同时，这也可能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流出和货币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在2008年实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不仅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的这一政策增加了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相关产业的增长。对于许多依赖于出口的国家来说，中国市场的强劲需求提供了宝贵的增长机会。然而，这也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过度依赖于中国市场，增加了他们面临的经济风险。欧洲各国的财政政策对欧盟内部以及与欧盟有密切经济往来的国家也有重要影响。例如，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在经济危机期间采取的财政刺激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产生影响，也对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了积极作用。欧洲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欧盟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增长。日本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其长期的财政刺激计划，对亚洲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影响。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的经济体，其政策变动对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流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政府的刺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亚洲地区的经济活力，但也可能导致区域内其他国家面临经济波动的风险。总的来说，随着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不再仅仅是国内经济的事务，它的波动和变化能够迅速传导到全球经济体系中。这种跨国界的影响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机遇在于通过协调和合作，各国可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实现共赢。挑战则在于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效管理和协调财政政策，以减少负面影响，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结论上，我们看到财政政策不仅影响实施国家的经济，还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到国际市场的动态，以及对其他国家经济的潜在影响。这要求国家之间加强沟通与协调，共同面对全球经济的挑战和机遇。